杜先生恭敬地答道：“我都是听家主的安排，家主让我怎么安排，我就怎么安排，不会擅自行动。家主选择与对手同归于尽的话，他就会陪着家主与对方一起挂黄泉。他们本来就是随着家主生而生，家主死而死。费先生是个例外，竟然在当年没有追随他的家主而去，想来也是为了替他的家主报仇吧。”凤月还是很相信杜先生的，用他对女儿说的话，谁都会背叛他，但杜先生不会。凤月挂了电话，而商太太等人下了山，走出了凤家主墓园，转而去了隔壁的那个墓园，给商太太的父亲、爷爷奶奶也上了几支香。一行人才回到出租车上，出租车司机等得有点心慌慌的，主要是商太太等人待的时间太长了，要不是看到商太太等人又去了隔壁的墓园，还看到守墓的人，出租车司机都要怀疑自己送过来的4个人是鬼魂呢。等到商太太他们上车，司机赶紧开车离开，那车速快得很，生怕开得慢了就会有鬼出来似的。哪怕是大白天，但江城的冬天太冷，鲜少能看到太阳出来上班，没有阳光，在墓园这种属于偏寺的地方，就显得阴阴森森的，让人心里发毛。乔家老宅，银狐等老前辈比商太太他们先一步到的江城。乔董夫妻俩从女儿那里得知这几位老前辈的身份后，亲自跑到丰泽大酒店，反复请了好几次，才请到大家都住进乔家老宅去。除了银狐等人，还有从望城飞过来的现任兰家家主夫妻俩。兰征说他是陪着爱妻过来旅游的，看雪，鬼才怪他的话。在望城，冬天也经常会大雪纷飞，想看雪根本不用跑到江城来。总不能说江城的雪比望城的雪更白一点吧？不过也没有人戳破他的谎言。一家之主过来了，还主动暴露他的身份，并与战印等人打招呼，一起吃饭。乔家自然也请了兰征夫妻俩住进了乔家老宅，平时安静得很。乔董总是嫌自己家里冷冷清清，因为贵客的到来，让他们老宅一下子变得热热闹闹的。银狐一行人只缺了老神医，也有4个人，年纪是比乔董大一点，瞧着却不如乔董稳重，反而像战老太太那样，如同老顽童。乔董在他们面前反而像是家长了。知道乔涵原来是个女人，银狐直拍大腿，当着战浩宇的面对乔董说道：“老乔，你们怎么不早点说呀？早知道你长子是个女儿，咱俩就结亲了。我最得意的徒弟英哥配你女儿最合适的了，被战家那个抢了先。那老辣椒是怎么知道你长子是个女人的？”听到银狐形容自己的奶奶是老辣椒，战浩宇绷着脸说道：“银狐前辈，我奶奶一点也不辣。”银狐哈哈的笑：“你奶奶在你们面前那是一点都不辣，她深爱你们的爷爷，你们又是她的孙儿，她对你们只有满满的爱意，你们想看到她辣的一面都没有机会。但她年轻的时候那是真辣，她会欣赏阿莹和小飞，就是因为她年轻时和阿莹母女俩是一类人。我就纳闷了，她怎么就没有安排小飞嫁给你们兄弟中的一个？”战浩宇看向大哥，见大哥神色自若，他便大胆地说道：“商小飞曾经喜欢过我大哥，但我大哥对他完全无感。他对我大哥的喜欢，那是整个管城的人都知道的。我大哥和我大嫂结婚后，商小飞就死了心，放下了对我大哥的那份感情。奶奶知道他曾经对我大哥的爱，若是撮合他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在一起，怕大家都尴尬，更怕他会不自觉地拿我们来和大哥比较，反而不美。我们自认很优秀，但跟大哥比还是差一点的。”银狐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不过小飞的未婚夫也很好，她以后嫁入君家了，我们的老大哥也放心不少。君家的男人还是很不错的，看林丫头的男人就很不错。
能够包容林丫头的一切，还很宠着她。当然也是林丫头自身也很强大，而且有强大的娘家人，他们都是林丫头的娘家人。不管是林丫头还是素丫头，他们在婆家都过得很好，婆家人待他们如同女儿一般，丈夫有身份有地位，还很宠妻。以后萌宝他们嫁人的话，也不会太差的。看着他们带大的徒弟，一个个找到好归宿，银狐和老哥们深感欣慰。哦，还有很多不孝徒弟不想娶妻，不想嫁人的呢。哎，还不能躺平，什么都不管，得催婚。等到老大哥的事了，他们要不要学一学战家的老太太，到处挑徒弟的媳妇儿，然后安排徒弟们去追妻或者追夫？他们不强行干涉的话，他们有很多人真会像他们老哥们几个一样，一辈子不婚。虽说他们一辈子不婚，觉得也这样过来了，日子还过得很潇洒，可他们还是忍不住催婚徒弟们，希望徒弟们能够像正常人那样，过着正常人的生活。好像小辈不结婚，他们就脸上无光似的。可能这就是长辈们的通病吧。乔董也笑道，阿涵就喜欢那样打扮，他坚持要我们对外说是生了2个儿子，也是我们太宠着他，就配合了他。我们也不知道战老夫人是怎么知道阿涵是个女孩子的，更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瞄上阿涵的，就是浩宇也不知道。不过也挺好的，我们对这门亲事很满意，对浩宇这个女婿也很满意。乔董说的是真心话，他夫妻俩是特别喜欢战浩宇这个女婿。有时候乔涵姐弟俩都得吐槽父母，有了女婿，女儿和儿子都靠边站了，也不想想若没有他这个女儿，父母能有战浩宇这个女婿吗？战浩宇就是嘴太甜，还能烧得一手好菜，能够陪着乔董钓鱼，一坐一整天都可以。总之在乔董的眼里，战浩宇这个女婿属于全能的，优秀的很，他还怕死别人抢走他的女婿呢，压根儿不担心有人能从战浩宇的身边抢走乔涵。乔涵性子太冷，不会轻易动心。银狐打量了战浩宇一番后，笑道，也是，三少爷还是很不错的，配得起你们家乔涵。乔董说道，亲家家里的儿郎都很不错，听说银先生也有不少的女徒弟，个个也是很优秀，看看亲家家里的儿郎有没有适合的。神偷接过话来，他的女徒弟什么都可以听他的，唯独婚姻大事不会听他的。他催婚，他们就反驳他，说他自己一辈子都不结婚，还不是过得很好，晚年也无忧，干嘛老催他们？还说他们现在也开始收小徒弟，把徒弟当成儿女来养，等到徒弟长大成人，能够独当一面了，以后也能养他们老，送他们终，不必结婚生孩子。银狐瞪他说道，你的宝贝徒弟嫁人了，你松了口气，完成了任务。素素还没有嫁人时，你不也一样操心她的人生大事？神偷的徒弟就是许素素，兰家现任的家主夫人。哈哈，我现在是完成了任务，就等着抱孙。神偷颇为嘚瑟，老人家聚在一起，不就是聊聊自己的小辈，聊聊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抱抱孙子。先生、太太、海小姐他们来了。管家走过来，恭敬地对乔董说道，海玲是去接商太太等人，原本说好是在酒店给商太太和钟伯接风洗尘的，大家都被乔董亲自请进了乔家老宅。海玲虽说没有跟着住进乔家老宅，确实有空就过来陪着长辈们一起吃饭。老大哥终于来了。银狐和神偷等人对乔董说了句后，便亲自往大宅的门口走去。乔董早就知道钟伯的事，也带着妻儿子女一起迎出去。不管来人是什么身份，他们是主人，客人来了，他们出去迎一迎，那是待客之道。数分钟后，一行人有说有笑地走进了豪华的大厅。乔家早就备好了饭菜，考虑到商太太一行人是到了，
江城后直接去的凤家墓园，还没有吃饭，所以进屋后，乔董直接请着大家进了餐厅，边吃饭边聊。饭后，海玲陪着商太太散步。凤家主在墓园等着你吗？海玲是后面才知道凤月早早就去了。凤家墓园等着大姨一行人的了。好在有银狐前辈等人帮忙打听消息。老前辈的得意徒弟飞鹰比苏少主还厉害。用老前辈的话说，如果他徒弟都打听不到的消息，他们想打听就会更加的困难。收到了消息后，他们大家商量好对策，安排好了应对方式。战印猜测凤家主在墓园不会轻易动手的，对方想要的是将他们一网打尽，来个一锅熟。明知道凤月策划着让他们一锅熟的阴谋，他们也必须赶到江城，给凤月制造一个他阴谋很快得逞的假象。事实上，就算凤月邀请他们都进入凤家大宅，来一把火点了大宅，他们也能迅速的逃离大宅。钟爷爷说，凤家大宅有一条地下密道，是上任家主，也就是海玲的外婆打造出来的。除了他外婆，就只有钟爷爷知道。上任家主的本意是想着在大宅里，万一遇到了极其危险的事，无法跑出大宅去，就能通过地下通道迅速的逃离凤家大宅，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。地下密道还有3个入口处，屋内一处，前院一处，后院一处，这就大大的增加了逃命的机会。就算没有地下通道，他们也都暗中调来了不少的人手。等到凤月真要与他们同归于尽时，他们的人自会控制住杜先生和他的人，让杜先生他们没有机会泼汽油并点火。杜先生再厉害，也不如几十年前纵横江湖的武帝。他们如今虽说隐退，但他们的徒弟在各行各业都是大佬，人脉网遍布各大城市，不过是让凤月先高兴高兴，以为他的阴谋可以实施而已。他不仅在那里等着，还不让我们去拜祭我妈。他好意思去见我妈？我妈要是知道他如此冷血无情，宁愿养条狗都不想养大他白眼狼一个。商太太对凤家主那是恨之入骨，他好好的一个家，就是被凤家主害得支离破碎，让他小小年纪失去了双亲，又与唯一的手足分离，好不容易有妹妹的消息，却是阴阳两隔。这一切的悲剧都是凤月造成的，凤月害得他家破人亡，凤月却活得潇洒自在。虽说凤月嫁了一个不爱的男人，但也生了儿女4个。撇开女儿被换一事，其实凤月生活得很滋润。凤月的滋润是建立在他家的家破人亡之上，叫商太太怎能不怨不恨？就是女儿被换，对凤月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好事？凤晴跟凤月不是一条心，也不会和凤月同流合污。上一代的恩怨不报复到下一代身上的话，就是凤月死了，凤晴也能活着。凤晴自己有能力，身边又有个给力的方瑶，她就算脱离了凤氏家族，离开江城也能活得很好。商太太恨着凤月，倒是没有迁怒凤晴。凤晴早就向他表过态，家主之位不是他的，他绝对不要。看凤晴做的事，他也是说得出来做得到的。至少在凤月要害海玲时，凤晴及时向海玲通风报信，让凤月的阴谋成了泡影。大姨没给他一点教训，海玲听的都是一肚子的火气。他都后悔以前没有学到拳脚功夫，不能暴揍坏人。要是像彤彤那样学到了拳脚功夫，不仅能暴揍坏人，也有自保的能力，不用保镖不离身。大姨没有动手，程医生出手了。海玲，程医生太牛了，得亏咱们和他没有仇怨，真的不能得罪他。无法和他成为朋友的话，也千万别得罪他，否则怎么死的，你是真不知道。程玲玲路那一手，不仅是震慑到凤月他们，就连商太太夫妻俩也被震慑到。海玲说道，程医生是君家的4少奶奶，
君家和战家有来往，他们家的大少奶奶和彤彤是好友，现在洋洋和龙婷也是小伙伴，年年见上几次面，保持着来往，至少下一代两家的关系还是不错的。有这一层关系，我们怎么可能得罪程医生？就算没有这一层关系，知道程玲玲是个医术很好的医生后，也不会轻易去得罪她。大姨，程医生出手怎么样？竟然连大姨都被震慑到。海玲只知道程玲玲医术厉害，并不清楚程玲玲的功夫如何。她以为程玲玲的功夫厉害到像武侠里的女侠一样，能够飞檐走壁、隔空取物、摘叶伤人。商太太说道：“我没看清楚她怎么出手的，就看到凤月和她的保镖倒地了。还是程医生自己说的，他用了毒针。我都不知道他的毒针是怎么飞出去的，真的看不清楚。海玲，毒针，还真有几分武侠的味道呢。钟伯说程医生不仅医术了得，使毒也厉害，他最喜欢的还是制毒呢。好在他不会用毒害人，否则他是真的很可怕。”商太太想到程玲玲的本事，就觉得程玲玲这个人很可怕。钟伯还说他是比他师傅都厉害，青出于蓝更胜于蓝。还好我们不是他的敌人。商太太万分庆幸地道。海玲也是，还好程玲玲不是他们的敌人，大家的交情还可以，老一辈又是相识的。现在因为钟爷爷的关系，几位老前辈的所有徒弟肯定是摸清楚了他们这些人的关系，他们算是傍着钟爷爷结交上那些见都没有见过却很牛逼的大佬了。钟爷爷跟那个女人见了面。海玲说到这里便停下来。商太太说到见面后，钟伯指责他害死我妈，他自然是否认，要求我们拿出证据来。我们手里就算有证据也不会在墓园里拿出来，怕被抢了被毁掉。我想要的是他先身败名裂，然后一命抵一命，就算过去了40-50年，他害死我妈，我也不会饶了他，不能让他继续活着。凤月有与他同归于尽的想法，商太太等着凤月实施他同归于尽的阴谋，到时候死的只会是凤月自己，还有凤月的儿女。当年凤月不也想斩草除根，她和妹妹命大，被保姆带着逃出去了。虽说后来与保姆分离了，姐妹俩被送进孤儿院，好歹活了下来。妹妹中年意外离世，好歹也留下了2个女儿，让她找到2个外甥女也是个安慰。如今轮到商太太复仇时，商太太当然也希望凤月连同她的儿女都归西，不过商太太不会主动动手，而是让凤月自己带着她的儿女赴黄泉。一家人有伴吗？凤晴吗？海玲，凤晴那里怎么样？商太太问着海玲。她已经恢复出院了，还没有回公司。凤月要求她在家里休息，其实就是不想让她回公司，怕她知道计划再给我通风报信。凤月还给了药方先生，让方先生给凤晴下药，那样凤晴就会昏睡过去，再让方先生带着凤晴离开江城。凤月都给凤晴安排好后路了，但被凤晴拒绝了。方先生也不可能背叛凤晴，将要交给了凤晴。凤晴出院后，亲自将要交给我，我让人拿去检验一下。顿了顿后，海玲说道：“凤晴这个人还是可以的，她不在凤月身边长大，三观颇正，如果可以，我也不想她死。”商太太沉默良久后说道：“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，只要凤晴不主动与我们为敌，我们都不会动她。她现在的三观还算正，以后会怎么样，真不好说。海玲，人是会变的，凤晴毕竟是凤月的亲生女儿，身体里流着凤月和郑华的血，继承了他们的基因。”海玲不说话了。用大姨的话说，只要凤晴不主动与他们为敌，他们都不会对凤晴怎么样。人是会变，不说谁，就是海玲自己
都觉得自己变了很多。走了好一会儿，海玲又说道：“凤晴说过，如果我外婆真是他妈害死的，打死她，她都不会接管凤氏家族，不属于她的东西她不会要。她还说尘埃落定后，她会离开江城，她只要带走方瑶就行。在被换回来之前，她自己已经开了几家小公司，年收入不低，算是创业成功的了。我还是相信凤晴会说到做到的。她虽是凤月的亲生女儿，不在亲妈身边长大，母女感情并不深，不会说凤月真死了，她替凤月报仇什么的，她清楚。她妈就算是死，也是死有余辜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过的错事付出代价，承担起责任。方先生是个很聪明、很有本事的人，他和凤晴在一起，就算没有凤氏家族，他们俩也能过得很好。方先生爱上凤晴了，凤晴对他也有那方面的意思。以我对凤晴的了解，凤晴可能更不想接管凤氏家族。商太太说道：“希望他能说到做到吧。我也不想与他为敌。凤月的儿女，我只看得上凤晴。凤月的3个儿子，商太太都瞧不上，没用的货色。就是凤月当成接班人，培养了20几年的凤若，商太太见过后也瞧不上，觉得凤若连她家小飞都不如。商小飞，妈，你以为你女儿很差劲吗？以往小飞只是没有混商界而已，出生在商人家庭，她骨子里头就带着经商的天分。彤彤没有怀疑吧？”商太太想了想后说道：“我觉得彤彤多少都知道一点的，只是她不说。她知道我们大家瞒着她，是为了她好，她挺着个大肚子也的确不宜过来。咱们是不能全都过来，万一我们逃命的路线及计划出了差池，至少还有人能给咱们收尸。老二和小飞，我就不让他们过来，总要给他们商家留个后的。大姨，我相信邪不能胜正，现在又不是40、50年前了，是法治社会。凤氏家族在江城的影响力下滑的严重，凤月用来对付我们的阴谋，随便一个计划，只要让警方抓个正着，都够他们喝上一大壶的。我们的目的就是替我外婆他们讨回公道，拿回原本应由大姨来继承的家主之位。商太太和海玲都与凤晴一样的想法，是自己的东西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夺回来，不属于他们的，他们就不要。商太太嗯着，你们早就安排妥当，大姨也放心，就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完好无损的回家。彤彤说要让战印亲自去风尘山庄接他和洋洋回来。东明也跟我说，一定要你完好无损的回管城，他在家里等着你回去，领了结婚证好过年。商太太拉着外甥女的手，提到海玲和陆东明的婚事，她就止不住笑意。大姨能看着你和东明结婚，看着你们办婚礼，看着彤彤生娃，就很开心了，也替你妈妈感到开心。海玲的脸红了红，说道：“过年领证会不会太赶了点儿？领证又不是办婚礼，不赶。像战印和彤彤那样，先领了结婚证，再挑个远一点的日子，慢慢的筹备婚礼。东明说他会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，绝不委屈你。”商太太说道：“大姨看到你姐妹俩都找到了好归宿，小日子过得幸福，就放心了。你们姐妹俩选的男人都是负责任的，大姨以后也不用担心你们会被欺负。小飞和君然也很好，如今大姨也就愁着老二的婚事。你二表哥和你同年的，就是比你大了2个月。洋洋都上幼儿园了，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也怨我们以前总是惯着他，由着他去做他喜欢的事，结果整天在外面跑不着家的，想催婚都没有机会催，才会拖到现在30出头了，还是一只公。”商太太发愁地道：“海玲，等你外婆的事了，回管城后，你们都给老二牵红线，务必解决他的人生大事。”海玲也发愁：“大姨，我认识的女孩子太少，好一点的早早就名花有主了，不好的
我肯定不能介绍给我表哥，让我给表哥介绍女朋友，真难为我了。公司里年轻的女孩子多，只要表哥想找，他在公司里挑一个各方面都过得去的，并不难的。海玲将皮球踢回到商二少爷那里去。商太太叹着气，也是这个理，她想找，不用我们催，她自己就找了，不想找，天天在她耳边催也没有用。哎，不管他了，顺其自由吧，缘分来了，自然会结婚。实在不想结婚，他当妈的也只能接受现实。好在长子已经给他添了个孙子，唯一的女儿嫁入军家也很好，算是给他这个老母亲一点安慰。大姨，如果真让我管着江城这边的事，我是不是要改成凤姓？东明就要上门，以后生的女儿也得跟我姓。陆家真没有意见。大姨和妹妹为了这件事与陆太太夫妻俩见过面，陆家表态，只要他和东明幸福就行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陆家有4个儿子，东明愿意上门就上门了。以后2个人若是生了个女儿，女儿不管是姓凤还是姓陆，都是东明和海玲2个人的孩子。陆太太夫妻俩现在想得很开，小儿子爱的就是海玲，只要小俩口幸福，上门就上门吧。小儿子上门也依旧是他们的儿子。商太太说道，我和你妈一共就你们3个女儿，彤彤首先要排除，她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战印是战家的当家人，彤彤以后就是当家太太，她不能接管凤氏一族。君然的爸妈也很开明，表明过，若需要君然上门，就让君然上门，他们不会反对，但小飞和彤彤投资做点小生意还可以。真让他管理着一个大家族，既要忙着生意，又要腾出时间来处理家族的事，小飞没那个耐心。他的脾性也不适合他，傲得很，很多人都不放在眼里，容易得罪人。你经历的多，各方面都比小飞成熟，又在江城待了一段时间，家族里的人投向你的慢慢在认可你，你是最适合的。凤月的事了后，凤晴若是远离江城，那你就接管凤氏家族以及凤氏集团吧。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向我们请教一下。族里的年轻人，有能力的，要将他们安插到适当的位置上，才能让他们发光发热。不过你得记住一点，一定要捏紧属于家主的大权，免得他们强大了，反过来吃了咱们。这种事在古老的大家族是常有发生的。凤氏家族也有很多漏规漏矩，你站稳了，再慢慢的改掉。记住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只要你修改的规矩能为大家带来好处，他们就会全力支持你。到时候你身边也会有一个全能助理。培养全能助理的基地是不管家主由谁在当的，只要换一位家主，那边就会安排一位全能助理过来，跟在家主身边，他们绝对忠心，往往一跟便是一辈子。海玲静静地听着，商太太继续说道，你妈本姓凤，你改姓凤也就是随母姓，彤彤不改，还随你爸姓，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妥。其实姓什么都是你爸妈的女儿，只是凤氏家族就是那样的规矩，你若不改回凤姓，他们会说你不是凤家的人，无权管凤家的事，哪怕你是我妈的外孙女，然后他们就会趁机争权夺位。海玲，咱们争的不是权夺的，也不是位，而是拿回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，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列祖列宗留下来的家产被瓜分，不能看着好好一个家族支离破碎。大姨，我知道的，等事情了。真如大姨计划的那样走，我会改成跟我妈姓凤，彤彤继续姓海。就是我岂不是要和东明再生个孩子，还得是女儿，若只生了儿子，是不是还要继续生下去，一直生到有女儿为止？商太太笑道，这个就看你坐在那个位置上有多大的影响力了。若是能修改规矩，能者贤者接班，没有人反对的话，只要是你的孩子都有机会接班。实在不行，你和东明就加把劲生个闺女，最好你第2胎就生个闺女。
咱们这些人都是喜欢闺女的。海玲那样，我的生女压力比彤彤还大。战家是几代人都没有生到有女儿，他们虽说盼着，却也接受现实，不太抱希望的。他不一样呀，他以后真成了凤家的家主，按照规矩，他就必须生个女儿当接班人，生女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听到远处传来了程玲玲和许素素说话的声音，姨甥俩扭头看，还真看到他们，还有乔涵。乔涵夹在2个娇美的少妇当中，就像一个大男人在左拥右抱一样。海玲看着他们3人走过来，对大姨说道，虽说早就知道乔涵是个女人，可是每次看到她，还是觉得她更像个男人，就是没有喉结。商太太抿了抿唇后说道，她打小就开始扮男人，身高在女人堆中是个翘楚，性格冷冽，很容易让人当他是男人。他又不爱穿女装，战浩宇每次和他出门，估计都会招来不少异样的眼光，因为别人会当他们俩是同性恋。用战浩宇以前说的话，别人不仅会误会他们俩是同性恋，他还是瘦的那个呢。乔涵冷冰冰的，又是乔氏集团的当家总裁了，他若是个男人，是不乐意当个瘦的，肯定喜欢当个公，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，这是他平时养成的行事作风。就算他真正是个女人，和战浩宇结了婚，以后过夫妻生活，战浩宇估计都是那个配合的角色，主导权会落在乔涵的手里。他真是个男人的话，会有多少女人为他打破头？商太太说道，她是个女人，也有不少女人为他打破头。知道她是女人后，无数爱慕者芳心碎了一地，躲起来哭得大有人在。在姨甥俩说话间，那3个女人走过来了，商太太、海玲姐。3人向商太太和海玲问好，姨甥俩回以微笑。他们男人聚在一起谈着大事，我们女人就出来逛逛散散步，请乔少陪同。许素素说道。程玲玲则打了个呵欠，要不是素素拉着我出来，我更想回房休息，没有休息好。商太太歉意的道，是我们招待不周，让程医生没有休息好。程玲玲先去的管城，再从管城过来，商太太便自动揽过错，自认是商家招待不周，导致程玲玲没有休息好。不是，商太太，与你无关，是我家那个小哭猫，我都不在家里了，还避不开他的哭闹。他爸抱着他和我视频，小哭猫居然会哭，边哭边想要我抱。他外公在家带着他还哭。程玲玲吐槽着儿子君飞。海玲说道，小孩子是这样的，看到妈妈都会哭，看不到的时候就会好很多。有些小孩子在父母身边时娇气得很，当爸妈不在身边时就乖巧可爱。父母在，对孩子来说就是有靠山，撒娇自然有父母宠着。父母不在身边，撒娇给谁看？也没有靠山了。别看小孩子小，小家伙们一个个都精得很，懂得很多，只是他们年纪还小，不善于用言语表达而已。素素笑着，好吧，是我的错，我还没有当妈，体会不到这一点。程玲玲再次打了个呵欠，说道，我是没想到我师父在，君飞都会哭，看来我这个当妈的也不算失败，至少我儿子在我出门时会惦记着我。他从裤兜里摸出一颗糖，是独立包装的那种，他包了糖纸，吃了那颗糖，说道，薄荷味的，有点辣，你们要不要尝尝？众人都摇头。一直不怎么说话的乔涵说道，程医生要不回屋里休息，客房都收拾好的了，我陪着他们逛逛，就回屋里去了，外面太冷，怕他们这些习惯了冬天都是10几度的管城人，受不了江城寒冷的冬天。洋洋那么想妈妈，放寒假后都不愿意过来陪妈妈，跟着他小姨去了风尘山庄呢，就是因为江城太冷，偶尔来个几天，看看雪，堆过了雪人就好。
让小家伙在江城常住，他是不习惯的。雪见过了，圆了院后也就那样了。我吃了薄荷糖，还能赏赏你们乔家的景。走，逛上一圈再回屋里去。他们那些大男人凑在一起，有着聊不完的生意，说不完的话题，都是各行各业的大佬，有很多共同的话题。主要是平时都不怎么会见面，难得聚在一起，哪怕是为了讨伐凤月而来，他们能聚在一起，就格外的珍惜这短暂的见面时光。于是原本的2人行变成了5人行，倒也聊得欢。那边的凤月就没有这么悠闲了，他从自家墓园回到市区中心，本想直接回凤家大宅问问亲生女儿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，然后又通风报信的，结果接到了秘书的电话，让他赶紧回公司去，说公司里来了不少警察。警察怎么会找上门？凤月心里有着不妙之感，他的人私藏有枪，是不是被海玲那伙人发现，然后举报他了？想到除了他私藏着1把手枪，其他枪都在杜先生手上，凤月又放下心来。他私藏有枪，连枕边人都不知道的，儿女们就更不用说了，他也从来没有拿出来使用过，只是以前那个年代还宽松，他有机会拥有了，便私藏了起来，连自己的枕边人都不知道。海玲那些人，除非有神仙混在其中，神仙有千里眼、顺风耳，能掐会算，否则都查不到他私藏了枪。警方可有说找我有什么事？凤月镇定地问着秘书。秘书答道，他们没有说，只是让我通知凤总回公司，或者凤总说个地方，他们直接去找凤总。他们个个都表情很严肃，好像是来抓嫌疑犯似的。秘书猜测他们的老板可能在外面做了什么事，违法了吧，才会被警方找上门。这些话秘书不敢说出来。凤总最近脾气很不好，只要凤总回了公司，大家都提心吊胆的，做事也打醒了12分的精神，生怕做错了事会被凤月责罚。就是郑副总兄弟3个，最近都恨不得缩在角落里，不用出现在凤总面前呢。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回去。凤月自认他是几10年前私藏的枪，没有人知道警方找上门来，肯定不是因为他藏枪的事，可能是海玲那方跑去举报凤氏集团，有什么违规违纪的是吧？就算被举报，也得有证有据才行。没证没据的事，他压根儿就不怕。凤莹和费哥不是指责他害死了大姐吗？但他们没有拿出证据来，随他们怎么指责，他都不会认。不认，他们能拿他怎么样？被人非议，他也不怕。这40-50年来，他遭到的非议还少吗？还不是活得好好的，多少人都没有他活得潇洒呢。